从胡金铨到程毅，一场竹林对决，藏着古装表演的新标准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这场竹林戏，假如换个人来演，还立得住吗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是真有点激动，因为我把这场戏来回看了好几遍，本来就想随便聊聊，结果越看越上头，整个人都不困了。说回这个事啊，天地剑心里头，富贵和他父亲在竹林里那场对决，表面看是一场打戏，但你要是把它当普通打戏看，那就亏大了。他根本不是在打，他是在用剑说话。儿子的每一剑都在喊看我一眼，父亲的每一挡都在说我不认你。这哪是武戏，这是一场用兵器演的家庭对话。我看完第一反应是，这场戏的重量不在剑上，在两个人的关系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种戏到底难在哪？为什么我说换个人来演不一定立得住？别急，听我说，今天我想从3个角度给你慢慢拆。第一个是电影史的角度，竹林打戏这个东西到底从哪儿来？第二个是类型的角度，古装的疼痛这几年悄悄变了。第三个是表演审美的角度，我想聊一个被低估的词，叫风骨。这3层捋下来，你大概就明白我为什么对这场戏这么上心了。有些地方我也不是100%确定，凭印象说啊，说错了评论区指正，咱们一起聊。行，先说第一层。竹林打戏这个东西，它在华语电影里是有谱系的，不是凭空冒出来的。这个传统的从胡金铨说起。1971年的侠女，等一下，我得查一下，这片到底算1970还是1971？它拍摄横跨好几年，一般影史定在1971年，没记错。这片里头那场竹林大战，被公认是华语武侠竹林美学的源头。胡金铨厉害在哪？在他之前，打戏就是打戏，两个人在平地上你来我往。他第一次让竹子成了打斗的一部分，人在竹梢上飘，竹子被压得晃，光从竹叶缝里一缕一缕漏下来，那个意境一下子就出来了。后来这场戏直接拿了戛纳的技术大奖，影响了一整代导演。李安、张艺谋、徐克都从这儿偷过师。后来李安的卧虎藏龙，周润发和章子怡在竹林顶端那段，两个人踩着竹梢，随着竹子的摆动一起一伏，剑都不怎么碰，靠的是那场戏当年震到了全世界，奥斯卡都认。再往后张艺谋英雄十面埋伏，他换了个路子，用颜色用规模把竹林拍成铺天盖地的视觉奇观，绿竹漫山，那是另一种美学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我每次重看卧虎藏龙竹林那段，心里冒出来的感觉都不是在看打架，更像在看一支双人舞。你说怪不怪？明明是兵器相向，看着却是美的，甚至是温柔的。我后来想明白了，因为竹林这个场景天生就不适合硬碰硬，它适合借力，适合留白，适合把较量变成对话。那竹子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？你想想看，竹子在中国文化里是什么？是君子，中空外直，虚心有节。它能弯，能被风压得很低，但它不容易断，风过去它又直起来。古人写竹子写了上千年，写的从来不是那根植物，写的是一种人格，能屈但有骨头。说白了，导演把一场戏放进竹林，潜台词就是在告诉你，这里要谈的不是谁打赢谁，是品格，是骨气能不能不断。所以天地剑心把这场父子对决放进竹林，我个人觉得这个选择非常讲究，不是随便挑了个好看的外景，他是在用竹子给整场戏定调，这是一场关于被压弯之后能不能不断的戏。富贵这个角色被父亲一次次压，一次次锯，他像竹子一样被压得很低，但他那根骨头没断。你看，场景和人物咬合上了。这一步走的是大棋，是长远布局，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格局。好，接着说，跑题了，不好意思，回到正题。第二层，这2年古装剧有个变化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。以前古装的疼痛是什么？是爱情，是有情人不能在一起，是错过，是为你挡一剑然后香消玉殒，是我等你一辈子你却不回头。
对吧？这套我们看了多少年了？但2024到2026这一波，我发现一个事儿，古装里疼痛的来源悄悄从爱情挪到了亲情，尤其是父子。我管它叫父子疼痛文学。这个词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啊，信源不够硬，你就当一个观察角度听。但你顺着想，富贵这场戏的情绪是怎么走的？我把它拆成3步。第一步，呼唤，他想被父亲看见，他递出的不只是剑，是你能不能认我一次。第二步，被压制，父亲不接他的招，也不接他的情，那种我在你面前，你却看不见我的窒息。第三步，被拒绝，彻底推开。呼唤、压制、拒绝，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家庭戏剧结构，跟爱情戏完全不是一个东西。爱情戏讲的是我们能不能在一起，父子戏讲的是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，后者要疼得更深，因为他动的是一个人的根。这里我得插一句，说句公道话，网上有种声音是这么说的，下面我先把这种声音整理一下，不是我的观点啊，你听完整再判断。有人觉得这类古装打戏花架子多，情绪靠喊，演员未必真在演，无非是慢镜头加配乐烘托。行，这话我听到了，我也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这么觉得，毕竟市面上这类戏确实良莠不齐。但你仔细想想，爱情戏再苦，它有甜可以兜底，观众心里头始终有个盼头，有一段美好可以回味。父子戏没有，父子戏里没有甜，从头到尾就是钝刀子割肉，全靠演员一个人把我求你看我一眼，可你就是不看那种东西，从身体里从眼睛里逼出来。这种戏替身替不了，台词也帮不上忙，你台词写得再满，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是真情绪还是念稿子。他考的恰恰就是演员本人的内在张力。换个角度看，这恰恰说明了这场戏的分量很重，他把演员逼到了一个没有退路、没有遮挡的位置。而诚意的强项，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，恰恰就在这儿。他这个人演戏有个特点，不靠台词堆情绪，靠的是眼神、气口还有身段的控制。他能沉得住，能把一句话憋在喉咙里不说出来，光用一个眼神就让你知道这个人心里翻了几个来回。这些年他演的那些古装人物，但凡到了情绪最重的地方，往往不是嚎啕，而是那种咬着不松口的克制。所以一场没有甜只有痛的父子戏，对他来说不是劣势，反而是主场。火候刚刚好，这道菜你越品越有味，得慢慢嚼。第三层，也是我今天最想说的，风骨。风骨这个词翻译成人话就是一个人骨头里的那股劲儿。他跟帅不一样，帅是脸，是皮相，他跟气质也不一样，气质是壳，是一个人散发出来的氛围。他跟沉稳还不一样，沉稳是一种状态，是情绪的稳定度。风骨比这些都更深一层。风骨是什么？是一个人被压、被拒、被否定，被全世界看低的时候，那根骨头弯了，但它没断，而且弯下去之后还能再直起来。你看，这就跟竹子又接上了，绕了一圈又绕回来了。你别说，还真是，竹子的结就是它的风骨。说回这场戏，富贵的风骨体现在哪？真不在他出了多少招，也不在打得多漂亮、多炫技，在于父亲一次又一次拒绝他、压制他、不认他，他那一剑还是稳稳地、坚持着递了出去。那个被拒绝之后仍然不肯放弃，仍然坚持递出去的瞬间，才是风骨。这个 point， 我觉得程毅是真的 get 到了，而且更难得的是，他用一个非常克制的方式 hold 住了，没有过火，没有用力过猛，没有为了让观众哭而硬挤情绪，克制反而更有力量。这个角度我也是最近才琢磨出来的，我的视角有限，你们比我懂得多，我抛砖引玉啊。我一直有个想法，评判古装男演员真的不该只盯着那张脸。我们这些年看古装，是不是太习惯先看颜值了？可一张脸再好看，没有风骨垫在底下，那就是个好看的空壳，戏一重就它。而程毅这些年走的路，说白了，就是一条以风骨立身，而不是以颜值取巧的路。他选的角色
往往不是最讨巧的，是要往人物骨头里钻的。这条路慢，不如纯靠脸来得快，但他走得稳，方向感很准，越往后越值钱。我自己看下来，还有一个越来越深的感受，喜欢程毅的人，到后来真正在意的，好像都不是那张脸了，而是他演的那些人物身上共有的一股东西，有骨头，立得住，再难也不趴下。这个感觉，我想追他久一点的朋友应该会懂，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观众粘性这么强，大家认的不是一张皮，是一种劲儿。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？我留一个尾巴。程毅这条风骨派的路线，我个人判断很可能会成为2026年往后古装男演员的一个新参照系。当市场上大家都在拼颜值、拼滤镜、拼特效堆料的时候，有人偏偏选择用风骨立身，用人物的骨气去打动人。这条路一旦被验证成立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跟上来。但这里头还有一个一直没什么人提的细节，关于这场竹林戏的镜头是怎么设计，怎么运进来配合风骨的，比如机位为什么压得低，为什么总让父亲处在高处，富贵处在低处，这套视觉语言本身就在说话。这个我留到下期专门拆一拆那个被大家忽略的镜头语言，挺有意思的。回到我开头那个问题，这场竹林戏换个人来演还立不立得住，这场戏到底值不值得反复看？我的答案你听到这儿应该已经知道了。懂行的人会看见，时间会证明，这条路走得稳。咱们下期见。